凌晨的加州，沙漠温度还没回升，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跑道尽头雾气翻涌，机库门缓缓打开，一道银色的身影被推了出来。它的机头11米，几乎占了机身1/3。驾驶舱没有窗，没有玻璃，什么都没有。第一次看到它的人都会皱眉，这东西真能飞吗？答案是能，而且要飞进历史。它的名字叫 X-59 静音超音速实验机，是 NASA 近30年来最疯狂的一次赌注，目标简单又离谱，突破音障，但不让天空炸响。从协和客机退役那天起，人类就在问同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飞得比声音还快，却安静得像风？过去没人敢碰，因为音爆太吵、太贵、太危险。而今天 NASA 说可以试试看。这架银色长矛就是他们准备拿去砸那道自然法则的铁门。1947年10月14日，新墨西哥上空，一架橙色的小飞机被 B-29从空中释放。查克耶克尔握着这架代号 X-1的操纵杆，速度计划破马赫1。砰！世界第一次听到了音爆。地面上的人只知道窗户震碎，牛群乱跑，没人想到那一声砰会成为此后半个世纪航空史的魔咒。从 F-100 到 SR-71，每一架能超音速飞行的飞机都带着这种后遗症。它不是噪音，而是一记空气的重拳。1970年代，协和客机登场，三角翼闪闪发光，时速2倍音速。伦敦飞纽约只要3小时半。机舱里是香槟与银器，舱外是地面居民的抱怨。音爆让窗户碎，宠物废，纽约和巴黎的投诉信堆成山。1973年，美国干脆下令禁止民用飞机在陆地上超音速飞行，协和被迫飞海上航线，从未来的象征变成被限制的梦想。2000年7月25日，法航4590号起飞后爆炸，100多人遇难，协和失去了信任，也失去了未来。3年后退役。人类不是不想快，是快得太吵，音爆成了速度的原罪。音爆是什么？不是爆炸，而是空气在抱怨你太快了。当飞机逼近马赫1，空气分子来不及让路，被压成一堵无形的墙。当这堵墙被硬生生推开时，冲击波像锥形罩一样扩散，这就是马赫锥。马赫锥的角度与飞行速度成反比，速度越快，锥面越尖锐，冲击波越集中。当这些波在地面汇合时，你听到的就是那一声轰，声压105分贝，能震碎窗户。而这声音并不止一次，机头一次，尾部一次，双脉冲结构，就像天上有人敲了2下门，整个城市都得应声。几十年来，工程师想尽办法改机翼、换进气道、调曲线，物理定律却像混凝土墙，纹丝不动。NASA 和德尔帕在上世纪90年代做过几十次试验，把 F-18改装成音爆消减机，结果爆声柔了，但还是爆。这不是设计问题，是自然的底线。只要你在空气里超过音速，冲击波就会形成。你可以避开敌人，却躲不开大气层。于是科学家开始换思路，既然不能消灭它，能不能改造它，让它听起来不再像爆炸，而像一扇轻轻被推上的门。这就是 NASA 新项目的开端。他们给它起了个任务名 Quest Mission， 目标打造一架能在超音速飞行中只发出轻扣声的飞机。载体就是今天的主角 X-59。人类第一次不是要打破音障，而是驯服它。在航空史上，真正的突破往往不是一声巨响，而是一串算法的诞生。NASA 在 X-59上做的事情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总结：他们不想抑制声音，而是要编程声音。兰利研究中心的大厅里，几十台冷却机持续轰鸣，那是 NASA 超算普列蒂兹的呼吸声。一架虚拟的 X-59在数字风洞里飞行，身上布满几百万个空气计算节点，每一个节点代表着一个分子、一个气压、一条冲击波的生命轨迹。空气不是静止的，它会反弹、涡流再叠加，而在超音速下，这一切以毫秒为单位进行，就像你试图预测一场飓风里每一片尘埃的路径。这就是 CFD 的世界。NASA 用这种方法把过去需要5年、10年原型机才能得到的经验压缩成几百次模拟，每次调整机头 0.1 的角度，都能重新计算冲击波分布，哪一段波峰可能与机翼尾流碰撞，哪一个反射面会让地面噪音增幅。他们称之为数字风暴，因为每一次计算都像掀起一场虚拟龙卷风，再从中筛出一条最安静的路径。可计算只是起点，真正的魔术是让空气可见。NASA 拿出风洞摄影的终极法宝，
是利润摄影技术。这种技术诞生于19世纪末，原本用来拍摄子弹穿过空气的瞬间，而现在它成了 NASA 观察超音速冲击波的显微镜。风洞启动，气流加速到每秒400米，光线通过特制的反射镜折射，空气密度的微小差异被显现成一条条亮纹。在那画面里，你可以看到空气在机身上拧成波纹，一层层像丝带一样环绕机头。当冲击波不再汇聚，而是分散划开，实验室陷入了安静。他们成功地雕塑了声音。NASA 内部称这种设计为声音签名控制。工程师不再是造飞机的人，而是声音的指挥家。他们的目标是让冲击波从一声爆炸变成一段分布在时间上的轻扣节奏。在地面，这种声音被称为 low boom， 它不会让人吓到，也不会震动建筑。实验室的数据显示，传统音爆波形是 V，X59 的波形是平滑的 S。NASA 用一行代码形容这场奇迹：我们没有让音爆消失，只是让它有了礼貌。到2018年底，8%缩比模型通过极限风洞测试，数据验证理论成立，冲击波被重新排布，地面听到的音量从100分贝降到75分贝。为了那25分贝的安静， NASA 花了10年。当你第一次看到 X59 的外形，大脑会自动报警，这不符合空气动力学。机头长得夸张，机翼像被削薄的纸片，连尾翼都被拉得很远。这一切看起来反常，但每一条曲线都有理由。工程师说，机头不是装饰，是武器。那根长达11米的机头相当于整架飞机的1/3。在马赫1以上，空气的行为更像水，普通机头会让波浪瞬间汇聚成音爆瀑布。X59 的长机头像一只慢动作的指挥棒，把波峰和波谷分开，让冲击波沿机身缓慢流动，不再互相撞击。这听起来浪漫，但在工程层面是炼狱。每1毫秒的曲率都要符合公式，每一段弧线都必须平滑过渡，否则波峰会重叠， NASA 的静音梦会在天空炸碎。然后是那台顶置发动机，传统飞机的引擎挂在机翼下，那样方便维修，重心稳定。可 X59 反其道而行，把发动机搬上了背。为什么？因为声音往下走，喷口一朝上，机身本身就成了噪音遮蔽罩，同时还能避免喷流冲击地面，降低居民听到的低频噪音。当然，这也带来了新噩梦：进气。气流要先绕过长机头，再爬上机背，任何气压波动都可能让引擎传震，也就是突然停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NASA 和通用电气一起造了一台模拟器，能在地面模拟马赫 1.4 的气流条件，连续90分钟测试引擎稳定性。他们发现，只要进气角度控制在正负 0.3 度以内，顶置布局就能稳定工作。这种顶吸设计还有另一个意外的好处：隐身。发动机朝上时，红外信号被机身遮挡，这让 X59 在雷达和红外监测中更干净。NASA 没说明，但军方看得懂。整架飞机的外形被打磨得像空气雕塑，翼尖角度、尾翼弯折、机腹凹槽，都是为了声音管理。空气在这里不是敌人，而是合作者。从视觉上，它几乎像从未来倒退来的东西，没有对称美，没有传统比例，但所有的不对劲都恰好是科学的正确答案。再先进的外形也得有人操控，而 X59 的驾驶舱是人类第一次看不见的飞行。没错，前方没有窗，整块机头被封死，连一块玻璃都没有。这不是疏忽，而是设计，因为只要开个窗就会破坏空气流线。为了声音的安静， NASA 连阳光都拒绝。他们的解决方案堪称黑科技 XVS。 这套系统相当于给飞行员装了一副电子眼，机头上方的高清摄像头，机腹下方的红外摄像头，再加上机身侧面的辅助镜头，共同生成一幅无缝拼接的全景画面。这些图像被实时传送到驾驶舱内的55英寸显示屏上，刷新率高达每秒120帧。屏幕上的地平线、云层、跑道全都实时渲染，没有任何延迟感。 NASA 甚至在屏幕上加入了增强现实标记，当飞行员看向前方，系统会自动在显示画面上叠加姿态线、速度矢量和迎角标识。这不是监视器，而是一个实时动态的数字窗。如果遇上逆光，系统自动压光；如果夜间飞行，红外摄像头接管，画面变成黑白模式，云层轮廓仍然清晰。NASA 称它为数字飞行界面，但飞行员更愿意叫它透明舱。一位飞行员说，第一次起飞时，你会本能地伸头去看窗外，然后才想起来那儿没窗，可几秒钟后你就忘了，因为屏幕太真实了。那套系统还带着一层神秘的预知功能，
为了补偿信号延迟 ，NASA 在算法里加入了预测渲染，也就是说，飞行员看到的画面其实比现实快 0.05 秒。在马赫 1.4 的速度下，这就等于提前看到了100米远的未来。飞行舱外的银灰涂层是导电防静电材料，空气摩擦产生的电荷会沿机身流向尾部释放，防止电磁干扰 XVS 的图像信号。整架飞机就像披着一层隐形防电护甲，每个摄像头的安装精度都要在 0.25 毫米以内，否则地平线会歪，而在这种速度下，那意味着几百米偏差。所以安装摄像头时，工程师几乎是带着显微镜在拧螺丝。NASA 还加装了冗余系统，两侧保留小窗，电子仪表同步显示姿态与高度。如果主屏幕黑掉，飞行员依然能靠仪表飞行。同时，机载合成视觉系统能在完全失能状态下重建地形模型，让飞行员看见不可见的世界。这项技术原本只属于 F-35战斗机，现在它首次被装进一架民用实验机里。NASA 的结论很简单，如果你能让飞行员在没有窗的世界里安全飞行，那你就重新定义了飞行的含义。理论完美是一回事，能不能造出来又是另一回事。在 NASA 的蓝图上 ，X-59 看起来优雅流畅，像数字雕刻的艺术品。可在现实中，这个艺术品要在马赫 1.4 的高速中保持形状不崩，声音不乱，那意味着必须进入制造地狱。这场战役由世界上最神秘也最精准的工厂负责——洛克希德马丁臭鼬工厂。他造过的飞机一架比一架离谱 ，U-2 龙夫人、SR-71黑鸟、F-117夜鹰、F-22猛禽，每一代都改写规则。现在他们要让空气也低头。X-59 对制造精度的要求是恐怖级别的，整机公差不超过1毫米。你没听错，这是一架长30米的飞机，但允许误差比一枚硬币还薄。原因很简单，它的曲线不是装饰，而是声音控制公式。哪怕鼻锥偏 0.3 毫米，冲击波叠加就可能被破坏。那25分贝的静音优势可能1秒钟就消失。于是臭鼬工厂里的每个工位都成了手术台，工程师在恒温恒湿环境下装配机头，因为只要车间温度升高2度，钛合金就会微微膨胀，机头曲率就歪了。为此，他们还开发出一套激光对准系统，每装配一块蒙皮，就用激光测量3万个点位，与数字模型逐一对比。如果偏差超过 0.25 毫米，重做。工厂里流传一句话，在这里空气都要按毫米算账。X-59 的机身采用3层复合结构，外层是轻质碳纤维，负责抗压；中层是钛合金蜂窝骨架，负责吸音与支撑；内层则是导电防静电涂层。它们共同组成一副抗音爆骨骼，材料必须在高温高速下仍能保持形状，所以每块零件都要经受200摄氏度以上的热风测试。最复杂的是那台被放在背上的引擎。臭鼬工厂与通用电气一起做了一台模拟装置，在真空室里用超音速气流测试 F414 GE100 的进气性能，气流角度误差控制在正负 0.3 度以内，否则引擎会喘震，也就是在空中打嗝。没人想在阴障前被打嗝送回地面，制造顺序也被颠倒了。普通飞机从中段向外装， X-59 却从鼻尖开始造，因为机头曲线决定了整架飞机的静音公式，必须从声音源头出发，让每一段结构向后对齐安静。在装配过程中，工程师们使用了虚拟装配系统，每一块零件数字模型会实时更新，确保下一个零件与实际机体完全吻合。整架飞机的3维数据模型超过1 TB， 相当于一个能飞的数据库。工厂内部规定，每个技术员在安装前都要通过空气触感测试，用手指顺着蒙皮轻滑，确认表面平顺无台阶。因为对 X-59 来说，哪怕一条看不见的毛边都可能在音速下变成一个微型音爆源。当组装完成的那天，银灰色的 X-59 在灯光下闪着冷光。NASA 总工程师大卫·里奇轻轻拍了拍机头说：“这不是一架飞机，这是人类和空气的和平条约。”臭鼬工厂的人笑着补了一句：“我们不是在造飞机，我们是在驯服声音。从 U-2 的高空、SR-71 的高温到 X-59 的高静音，这家工厂完成了3次极限挑战。他们证明，工程的尽头从来不只是速度，也可以是沉默。” X-59 的心脏是 FA-18 大黄蜂同款 F414 GE100 引擎，推力22000磅，既稳定又强劲，不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可控。NASA 要的是完美重复的推力曲线，因为只有这样，声音数据才能精确。
整体试验分成3大阶段：地面验证、首飞、社区飞跃。第一阶段是地面滑行试验，飞机先静态点火，验证引擎在顶置位置是否能平稳吸气，高频传感器监控气压波动与温度分布，随后进行低速滑行，速度从10节提升到70节。飞行员全程使用 XVS 系统驾驶，测试视觉延迟与操控响应。当速度逼近起飞线时，那架银灰机体在阳光下闪着冷光，轮胎的摩擦声是唯一的噪音，没有人听到碰，只有一阵顺滑的呼啸。NASA 的工程师笑着说：“我们第一次听见了安静的速度。”接下来是首飞阶段 ，X-59将缓缓爬升到5万英尺，在马赫 1.4 的速度下释放冲击波，机身上布满300个传感器，实时记录空气流动与声压数据。地面布置了音爆阵列，每隔几公里一个，用来测试音爆的地面回声。目标很简单，让地面听到的声音不超过75分贝，像有人在隔壁轻轻关门。最关键的一步，社区反应测试。NASA 计划在美国多个城镇上空飞行，包括德州、加州与佛州的测试区。居民会收到通知，你可能听到一个新声音，请告诉我你们的感觉。试验团队不仅测数据，还要收集民众的主观感受，因为这项研究最终不是科学试验，而是立法准备。如果社区接受度高， NASA 将向 FAA 提交申请，要求修改1973年那条著名的禁令，禁止民航机在陆地上超音速飞行。换句话说， X-59不仅是一架飞机，它是一份会飞的立法提案。想象一下，未来的航班从纽约到伦敦不再需要3小时半，而是2小时50分；东京到洛杉矶4小时搞定。机舱安静如图书馆，窗外的云层从容划过，没有雷鸣，没有震动。这是 NASA 的愿景，但聪明人都知道，一旦这项技术成熟，第一个受益的永远不是民航。军方正在观察，一架能静音穿过音障的飞机，等于拥有了新一代隐身突防能力，没有音爆，没有警告，没有雷达回波的异常声波。 NASA 对此始终保持沉默，他们只是说，我们的目标是让未来的天空更安静。可在洛克希德马丁的走廊上，有人在黑板上写下一句话：安静的飞机才是最高级的隐身。项目时间线排到2025年底，首飞预计在2026年初执行。马赫 1.4 的静音音障突破将在那一刻被记录。如果成功，这不仅是技术的胜利，也是人类与空气的一次和解。从查克·耶格尔那一声砰到现在，人类用了78年才学会让天空闭嘴。协和代表了速度的骄傲，而 X-59代表了速度的谦逊。未来的飞行不再炫耀谁更快，而是比谁在超音速下更安静。当那一声砰响起，那就是人类重新定义空气的时刻。最后来个问题， X-59是否存在隐藏的军事契机？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喜欢这期内容的朋友记得点赞订阅，感谢您的支持，我是 Rain， 下期见。